故事发生在18个月前。我在旅游的时候专门去了一家甜品店，目的就是为了吃上这道传说中看上去是苹果，切下去却震惊我的巧克力慕斯。找遍了整个网络以后，我买到了原作者，世界顶级甜品师 Cedric Groller 亲手写的菜谱。翻开书本一查，这菜谱没有细节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超级好吃几个字。我反复用心读，仔细看了一天，才从字缝里看出来，满本书都写着2个字：劝退。我不管，我可是连宝塔肉都挑战过的倔强男子，这甜点我做定了。按照书里的说法，它一共分为4层，里层的苹果内心，中间的巧克力，外面的苹果外皮和最外层的反光镜面，每一层都要花至少1小时准备。呵呵，还真是友善度爆表呢。最里面的内心要从苹果胶开始，你要用到一种能与果汁完美结合的东西 NH 果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是没有果胶怎么办呢？买！然后把果胶和糖混合在一起，防止结块。如果你的果胶里还有一包钙粉，那就也加一小撮进去吧。把苹果汁和柠檬汁混合加热到70度，丢进果胶粉，用小火加热，和拢和拢，等到看不到明显的颗粒了，就该让保鲜膜放在冰箱里冷藏1小时吧。苹果要选酸一些的，比如这种、这种，还有这种，因为后面要加了糖，那全是致死量。把苹果去皮削肉，然后切成1厘米的小丁丁，然后按照原配方的说法，还得准备几根茴香切碎。这种闻所未闻的操作，让我瞬间回想起了当年我妈因为茴香馅儿太咸，而把饺子当成馅儿包在包子里的噩梦料理。至于人家大师为啥这么做，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，还是老老实实的从了吧。然后准备一些增加香味的果酒，和拢和拢，再把它蒯到半球形的模具里，冷冻1小时。等它们冷到麻木了，再给它们剃一个平头哥的发型，最后把它们怼成一坨，继续冷冻就好了。第2层是打发的白巧克力甘纳许，比较接地气的说法是空气巧克力。先把吉利丁粉泡个凉水澡，让巧克力的结构更加稳定。再找一个锅，把一半的淡奶油和白巧克力丢进去，开小火和拢和拢，然后再关掉火，把吉利丁放进去，和拢和拢，再把另外一半的淡奶油配上苹果汁也倒进去，和拢和拢，最后还得加5毫升的果酒，和拢和拢。等所有东西都和拢均匀了，就贴上一层保鲜膜，让它在冰箱里冷静1小时，然后掏出蛋抽，开启高速的剪斜运动，避免随机的布朗运动。只用1碗泡面的时间，就能让它变成这种表面虽然不明显，但身体上的小尖尖还是出卖了它的发泡状态。拿一个裱花袋，把巧克力酱赶进去，再找一个软体的苹果模具，采用挤压的手法让巧克力填满一半的空间，再塞进冻好的苹果球，最后用巧克力填满模具的每一个角落，放进冰箱冷冻至少3个小时吧。如果你已经坚持到了这一步，那么恭喜你，离成功还差得远呢。然后做一份完美的苹果皮，拉近成功与你之间的距离。你只要放入可可脂，倒进巧克力，加点黄色素，补点绿色素，开启最小火，和拢到融化，最后再整点香草精就好了。把滚烫的液体倒进一个直径比苹果大一丢丢的杯子里去，让它凉快去。最后是原料多为致死量，复杂而又不重样，闪闪发光还很烫的巧克力淋面。你需要把不是致死量的吉利丁泡上水，然后把水、致死量的玉米糖浆、致死量的糖和黄绿色素加热到120度的高温，让所有的糖浆都热得瘫软在一起。再关掉火，加入致死量的炼乳和致死量的白巧克力，用手持式搅拌棒和拢和拢，等到它们全部融化以后，再放进吉利丁和看上去很贵，实际上毫无卵用的银粉，和拢和拢，最后过个筛，放到另一个杯子里。在经历了5小时的折磨以后，你终于可以开始最后的组装了。把冻好的苹果从模具里抠出来，如果摊身上有裂缝啊、瑕疵啊什么的，根本不用慌，只要掏一根竹签从苹果的头部插进去，然后插到盛满苹果外皮的液体里，像玩弄糖葫芦一样转几圈，再怼到闪闪发光的淋面里，飞速旋转，让液体迅速地停满每个凹凸不平的角落。最后取下竹签，把从苹果身上薅下来的头发插进去，一份高端大气上档次、低调奢华有魅力的苹果雕塑慕斯就做好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还挺简单的？然后嘛，当然是趁着还没沾上灰，麻溜的拍照发朋友圈啊！切开苹果，
层次分明的画面会让你忘掉世界上一切的烦恼。青衣白瓦的外壳，晶莹剔透的内心，醇厚芬芳的糖衣，酸甜扑鼻的酒香，是不是香极了？你们上次欠我那个赞。此时此刻，只有把它狠狠地蒯起来塞进嘴里，才是对食物最好的尊重。入口瞬间的清脆，细品之后的香甜，齿间咀嚼的柔软，苹果内心的酸爽，简直是同学聚餐、朋友烧烤、同事活动、长谷小孩的极品搭配。哦，对了，最好现做现吃哦，放久了头顶会软掉的。谢谢大家，如果喜欢这类超级简单的小甜点，就给我来一个点赞、投币加关注吧。我是大碗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